本节目由新行政电动旗舰蓝图追光 PHEV 冠名播出。那个是坐汽车来的吗？是。坐4个多钟头车没事啊，车主身体还可以。那个最近那个向雄到我家来过。哦，是吗？啊，向雄是你的哥哥。大哥呀。是你亲哥是吧？亲哥。大哥。他来，他编的那个说家谱的事儿我姑姑去世了，你知道吗？是吗？我不知道。小姑。向彩希。太辛苦了啊！就前几天。小姑，我们是3月份去看的，是3月份吧？3月份去的时候还好呢。啊，那时候还真不错。其实我这次也直接面对死亡威胁，因为我跟他们一样跟你姑姑他们一样，我是有这个传统病的。如果我厉害的话，随时可能出生命问题。像我这个同住的养老院里的，我的那个姐夫也是这么去世的。是吗？丁义呀，不是吧？不是丁义我姐姐田文娟的那个，我的小姐姐。她的。所以我某种程度上是直接从死亡危机中出来了。李轩好久没有在外面走了，是吧？就是，我这个2021、22到现在2年多没有出过北京城，这是第一次出城。慢点。是啊。我们要上草地走走吗？也可以，随你。就是啊，我觉得上草地走走，多可爱，对。他说他管倒垃圾，他管买菜，那怎么办？可能听说各个小区，不完全一样，有的就严点儿。你说你就那受影响呀？上次我记得是咱俩去看的他，还说让你下回再来。当时他爱人还在。对，的确是。你很可能睡觉了，我再联系你。你好了吗？不过你还穿球鞋精神，我觉得。是吗？穿球鞋。好，那行，穿精神点啊。对。秦舅舅，你看，哎呀，
哎呀啊！哎，你们有那个书吗？陈伟英他的纪念文集。纪念文集，您给我一本吧。给了我是在网上看的。没给你啊。那今天要送本书给你们。哎呦，好。你看这些，我都保留着。哎呦，身体安排好。上次我来时候，他还带我们到底下吃饭呢。是啊。哎，你去帮着拿，你去帮着看。来，你提溜着走来，走来。这是他的。我拿着。你打开吧。来。打开。他这个为什么给你们看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翻翻，就贴他身上。在我胸口，每个梦如此温柔。他是自觉的还是？自己完全自觉，都是病重就唱的。哎呦，那中气还那么足。就把声音留下来。跟你爸似的，你们走的时候都有跟你说对，去吧，坐着去吧。好。懂得你欢乐忧愁，懂得你欢乐忧愁。我运气比较好，我遇到一个伟大的女性，真的伟大的女性。但是我现在好在一点是，陈伟星走了，大家都非常担心，就是我一个人不能生活，生活能力很差很差。但是就是在他从病重到死的有8个月8个月，在这8个月当中，我一个人生活了，就这样调整。所以现在我调整的比较好，就是一个人活着啊。但是那个背后的那种痛苦和孤独，一个人呢是很难，外人很难想象那种。所以我有时候看那个散步，看小区老人手牵手，我非常羡慕。就特别的感觉到，就是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而且这么复杂的，那么确实太累了，就不断做的梦，一个梦就梦见天崩地塌，突然旁边有个人不断的发出声音问：“你活着还有意思吗？”这是虽然我做这么多，但是从根本上有多大意思啊？你连一个最基本的行动自由都没有了，而且这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你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切都由别人支配。你活着有什么意思？这可能是最深层次的。对我们或者你们这些人这么长大的人，有一种精神力量，就这种精神力量能扛住很多打击，包括噩梦中问你这么活着还有意思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来说，你要有相当的精神力量，才能够回过头来还是做我的工作。对，你少问我这些，对，我该干什么我干什么，知其不悔而为之啊。对呀。但这个内心的这个压力是非常是，当然这种压力其实一直在，只不过现在他问出来了。对，是。
对，我就说一个，我还挺想知道，你就是现在你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几点起，几点睡？我一般的是7点到8点起来，起来以后就是吃饭啊什么的，然后看看电视啊，大概是9点半左右就开始写作，那么写到12点。其实我很奇怪，一进入电脑前面就立刻了，这个你能体会，这是我们这种学者的一个特点。我这写一部大书，就写是用思想回忆录的方式。OK， 我实际上是把那个，这是我们这我这么一路从60年代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时候经历的所有的事情。这个话题跟这次疫情有关系。就疫情它把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它放在一个特别突出的地位。就使得你要重新的来认识人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就是说，疫情就使你觉得在动荡当中要寻求永恒。永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总结，日常生活是永恒的。另外一个当然是中国专业，就是另外就是历史永恒的，是吧？所以我现在整天生活的非常快乐的原因就是，我自觉的生活在这3个永恒中。我写作就生活在历史中，然后我去散步。另外就是我就是这跟你们有关系啊，就是你们那个431啊，和后来我在 BB 是不是叫 BB 站讲鲁迅呢？结果我就收到一些90后、00后的来信。他们也是处于苦闷中。父母也不能谈，朋友也不能谈，因为像在我周围中，我这样人太少了。我现在找到你，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我可以讲一个我很感动的，就是有一个人在美国读书的，这非专程来看我，跟我聊天。我说你在纽约大学不谈这，哪里也不谈啊，不谈思想，我没地谈呢。我现在只有找你啊。他坐了飞机来，谈完了坐飞机回去，哎呦，我简直感动的不得了。我说这么来，就在90后、00后遇到了一个可以交谈的，而且也有一种，我觉得我们那一代，就我们现在需要总结。我觉得因为我不可能就是我能做的是，把我们这一代的一些教训，也包括一些经验，我们做了一些我们思考过的东西，后来没实现，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自信，我们的思考是对的，所以我最近在写80年的思想史，因为我经历是比较特殊啊，我要想写的东西，可能在全中国人并不多。我们当时讨论的是3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直到今天还是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当时就明确提出，要发生巨大变革，我们要为这个变革做理论的准备。这是我们80年留下来的，就我们对鲁迅、对周作人、对这些研究，它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个起点。这点对我极有意义。你在做这个80、90年代的思想史，就是我们谈到80年代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开始真正的走向社会，是吧？然后年轻一代呢，朦朦胧胧知道这个80年代，然后有一种新向往之，就是好像那是理想主义的最后的晚霞一样啊。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相当的一部分的年轻人觉得我们是在这个神话这个80年代，这种你听说过吗？是我知道OK 而且呢，还有一个更刺骨一点的这个质疑，就是当我们说我们80年代何如的时候，那如果有的人站出来说，那你们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除了留下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回忆，你们真正干了些啥呢？我们怎么回答他们？这是我觉得，一个事实这样，就是80年代，我们确实不要把它理想化，但是80年可贵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那里追求真理，是非常自由在那交谈的。自由的交谈，而且自由的争论的非常厉害。你看，对，我们都从那过来的，大家都在探索真理，但是也没伤感情。就那个时候没有一真理的垄断者，
大家都在探索真理，它是个多元的一个思维，而跟今天有一个很大不同。今天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有意见分歧本来是正常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二元对立，就认为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我都是真理的垄断者，这就绝不允许别的人发表不同意见，然后就给戴各种帽子。可是我们这种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OK， 对我特别同意您说的这些，而且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但我现在就是还想纠缠的呢，就是事情的另外的一面，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见到80年代精神的张扬？他这个我们去怪谁呢？这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80年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真正的理论能留下来的理论创作很少。OK， 就更多的，比如说你们做的更多的是引进的，是吧？像我做的只是对54这种研究，就真正的新的理论的创造，OK， 就很少。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就是这个历史是变化太快，大家就跟着历史潮头往前走。就做不下来，因为真正的理论创造是要做下来，而且要有一定的距离，这确实是个遗憾。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年轻一代他要回到80年代，你那个精神他很难感受，即使感受到也只是精神，那么你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对呀，人就是会问这个问题的。这是80年代的弱点。对，你们在那儿嗨是吧？讲80年代何如，你们给我们留下什么了是吧？这实际上。就是54以来也是这个问题。对，这我就说了，因为中国没大师。为什么呀？大师必须有理论创造那为什么呀？为什么？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我觉得涉及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民族本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儒家思想很影响。而儒家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怎么让你好好的活着。对，因为理论它有一个东西，还需要有想象力。中国这个民族啊，我们的神话是不发达的。这特别不发达。过于讲实际，讲实际，讲实力，就是那个想象力不足。你比如说庄子的东西，它应该有想象力，但在中国，庄子的影响变成滑头哲学。对，有时候鲁迅对这庄子的批评，其实不是针对庄子的，是针对这个庄子末流的。庄子本身，对，他是应该有想象力的，非常。但是你这么一说呢，又把这事说深了。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有啥希望啊？其实我有一个很巨大的矛盾，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什么呢？要创造出一种对中国现当代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新理论。但是我达不到，这也是我这一生最苦恼的。但是就是怎么努力也上不去。你说起理论创造呢，实际上就是把这种思想精神上的活跃的年代、封闭的年代，它的创造性呢，过多的跟那个社会的变革连在一起了。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两代人特有的，或者对吧？我们这忧国忧民啊。对，在这点上呢，我跟您不一样。对，因为呢，事情还可能是另外一种。你比如说，像这个在这个欧洲的。启蒙时代，比如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呀，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热衷于社会改良的启蒙思想家嘛。但是呢，他们有另外的一套想法，这想法就是说 man of letters。一方面呢，他是希望启蒙嘛，启蒙就是启蒙这个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并不是一味就要启蒙别人，他愿意建立一个文人共和国，就是我们互相能够理解的人建立我们的这样一种精神世界。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就不见得要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活动和精神作品完全的跟他们是否
改造了他们的国民连在一起。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比如说80年代或者就是我觉得这个分工，我同意你的观点，就理论家、思想家和这个搞理论思想的和学术的和搞政治，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这就说的一个更根本问题，我有更大的一个思考。什么思考啊？这是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全世界都病了，全世界都病了，就现有的所有的文明形态都遇到了危机。现在需要一个全球文明的总反思、总体反思的时候，我现在想提倡乌托邦主义。乌托邦论，对，在这个当中，因为我觉得这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是什么？就是创造乌托邦。哎，你只要认清楚它的乌托邦性，过去的教训是在于想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乌托邦变成地上建立王国就是地狱。所以知识分子根本职责不完全是批判，他是要给社会提供新的价值理念、新的价值理想、新的模式、发展模式，这知识分子根本职责。对，在这点上呢，我跟您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去管它。我倒是特别感兴趣这点，就是你知道吗？就这些问题啊，你别看大家都在那吐槽，其实认真想这些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有一个，这可以公开，我对自己一个设计，5年，我再活5年啊，我也会考虑这些。这个5年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么这就我经常讲的一点，就怎么把我自己的精神，把它转化成一种文化，这就是死后你的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这就留给后代了。这就留给后代。汪峰，我点一首。汪峰，你不。我问个问题，就是去年您没开课之前和您现在，您的这个有啥变化吗？你说我吗？还是啊？我本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愿意跟这些非学院式的，但是啊，的确是啊，想思考这些问题、爱好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交流，但是做的并不是特别多。那我觉得这个课下来之后，几乎的我就有点走极端了，我就觉得就这个我就更愿意就直接跟这些交流。我在那里备课的时候我还想，就是说我们从古希腊开始，其实古希腊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哲学教授，没有哲学家，就一些爱思考的人，更有意思，更有意思。老师，我是学了心理学1年多，我发现他们不能够就像本质上深层的解决我的痛苦，我还是非常痛苦。而且我痛苦的症结在于我非常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我学了很多，每一次的学，每一次回升到原生家庭，这些理论全都学了，发现还是在乎，怎么办呢？但是我在乎，我就活不出自己，我就很难受。我看着你是特别的年轻，是吧？我还热泪盈眶的那个年纪。OK， 对，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在乎别人怎么对评价的。但这样会难受呀。对，慢慢长大就好了嘛。就不在乎了。对。然后这段时间就熬过去。对。太准确了，说的比我要说的好。那不行啊，我不想。我跟你讲，哎呀，你也熬过吗？还在熬着呢。
真的不开玩笑。真的吗？对。刚才就是不是懂的人呢，看透本质的人，他不是不痛苦。哲学课，当然也有。对，实际上更多的是赋予你一种能够，你说熬，我们一般用扛这个词儿哈，就是增加你。哎，可以。现在就是这边已经有候场的朋友了，就跟他们说等一下子的。准备好了。在这件事情上吧，我总是没有完全的弄明白我们留给后代的这也许根本不重要但不管它重要不重要，我觉得，但是你说破大天就是结果，就是我就是想说这个。你说我传给了你们后代人这个想法那个想法，那他说你给我那些想法干嘛？为什么你不给我个世界呢？这算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是对理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它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仅仅是真理的探讨者，而且我们有无数的失误，无数的那个，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评价，就是我的价值都是有缺憾的价值。就是我们的70年代、80年代，这个价值90年代，第一是有价值的，对。第二是有缺憾的价值，而这个有缺憾的价值，我们是有责任的，在某种程度上，这话鲁迅也说过，我的。责任，我的问题在哪里？其实现在我也是这样一个思考。就我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绝不是那么完美。当然不能过分强调，因为就是该反省没反省，你反省的过度的话就不好。OK， 昨天晚上我正好在我的一个学生家里头吃晚饭，那学生很优秀。又聪明又博学又会生活，但我总逗他说呢，他就是没有雄心壮志，是吧？那他呢，因为很聪明，所以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呢？我好好的生活，对人好，很多朋友，是个善良能干的人，这不是很好吗？因为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对历史的种种反思等等，好像呢都是要把一副历史的担子交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只不过是传这个还是传那个。但是也许我们的下一代或者2代，就是说我们开创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不来扛着历史的担子，我们不来做着雄心壮志，我们可爱善良挺好，你还要我们干嘛呀？我觉得这有2个方面，一方面我是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的，因为这个任何人他是有继承的，但另一方面呢，却有一个说法，就是年轻人有醒着的，也有睡着的，也有玩着的，历来如此。但是睡着的玩着的，我有一个前提，只要你是靠自己的劳动活着玩着，那是你自己事儿，我尊重你。虽然我自己主张我自己不这么活着，但是你这种活着，只要是靠自己劳动的去玩去睡，是你的事儿。这种选择，实际上话说回来，这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这是大多数。那当然。但是我觉得呢，就我自己寄希望的，比较偏向的，是醒着的。我觉得这是个诚实的说法。所以我觉得你不必担心，总要有醒着的，不得这个时候就发，就是年轻的会，但是他可能以那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像我们这种方式去承担，他自己会承担的。所以我觉得你不必愁。我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了，我可能说的有点直，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或者在我这个年龄，无论你现在的精力多旺盛，工作状态多好，但是呢，你都要考虑到它可能不能延续很长时间，不能延续很多年，所以那要具体的说起来，你的学生中有没有那么1个、2个、1批
你觉得堪此重任的，这重任就是说能够继承你的精神学问，甚至比你做得更好，这样的学生你有吗？或者多吗？没有。这是我，而且你一直在北大，在清华，真能够在精神上继承我的是贵州的。OK， 但他们也有一个弱点，对，命运不幸。明白。哎，是这个的，是让我非常痛苦。真的非常非常痛苦。就是实际上这也是鲁迅的一个，就是你可以仔细看，鲁迅没有一个真正的传人，就是他直接传承呢？不，直接学生。OK， 没有一个真正理解他、真正能够按他那样继承他的那个一个也没有。还有更可怕是夫人也不懂他，徐广平根本不懂他。你看这个是非常，这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如果讲大一点的话，所有先驱者的命运。对呀，所有都是属于此，就是他的影响啊，就是直接传承的，很少很少，而且即使他认为传承，都其实是不同人的，他的影响就是通过他的著作来影响一代一代。我觉得我的影响也在这儿，就是我的著作影响那些人。而话又说回来，你真正的一个学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是非常之独特的，他的东西不是所有都不是，他没办法全部传下去的。但他的影响在于他通过，就是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通过著作，通过自己的著作。这是我最重视的，所以我现在天天写，拼命的写作。原因就是这个，就是留下的东西，立言留下来。当然你肯定粉丝无数了，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刚才我一开始问你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学术衣钵，你不觉得有这个年轻人在继承？你教了好几十年的书，在顶尖的大学，这个你有遗憾吗？如果有遗憾的话，有多深，有多重要这件事儿？其实灵山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儿，就是高山草甸。对，真的上了那个山上吧，也跟别的山差不多。当然了，见了山总想爬，身体好的时候。哇，那精力也是无穷充沛，是吧？是啊，完全没办法弄。我这些年养孩子都养傻了，整个人。这我能理解啊。这个女士啊，养孩子这个真是天大的事儿当然也分情况。陈老师，说刚才那个，我就说，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80后这一代已经特别过时了。你看艺术圈里头，他们那个什么比特虚拟货币开始了，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做作品。然后现在又什么元宇宙开始了，他们又就是跟我的生命经验完全没有关系的了。我觉得它也是两种方式，但是就让我困惑的是，那个它艺术本身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不是那个对大教授的？我想问一下。你是油画是吧？对。那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会关注到艺术史上发生的一些前人做过的事情吗？是啊，会啊。那它会对你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对吧？就各种可能性都被他尝试完了，你就说对，你就必须在那个里面一直在找自己嘛。然后找自己的过程中，你又和时代发生关系，然后大家又干着跟以前人完全不一样的事儿。然后你就在里面。我觉得艺术家的成功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走出这个路，还有后人接着走，特别重要。对，这个特别。天下上人间。架不住咱们陆骁做的是绝学，那可以申报国家课题。后人跟不上了。而且陈老师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里面，就觉得艺术实际上是一个挺没什么用，然后又很边缘，实际上就是玩好自己的是挺重要的，能对自己负责的一点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想法也挺好的。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的。
就是呢，你就干你的，对，干成干不成就是形势在人，成事在天，也没谁给你保证，你好好干了就有，是啊，没有。但是呢，我这一个很市侩的想法，至少我干我爱干的事儿，对，这我没亏，是吧？对，我挣钱没赚着呢，我亏了；我想成名没成着呢，我亏了。但我把我自己的事干高兴了，这个怎么你都没亏。记得有一年，我就问我说：“您有没有曾设想过，就是自己的哲学创作要是？”把人问津，您有没有想过这事儿是吧？然后也会想。对，您当时给我的2个小回应，就是一个回应呢，说我是有着抽象自信的。对，这个是有的。对。然后第二个的话，您又说，居然跟你说这话没怎么跟人说过。咱俩那时候那么好吗？没有，主要是我记得好。然后第二个您就说的是，就是得多少来一点儿。就是就这个。对。不过现在看来的话，您基本上没法做出这种设想了。啊，我当然也能做这设想。那个袁成，你这还不清楚吗？实际上在那个在我做的专业上，没有任何一个跟的。申请的时候就回家。绝学。对，我要申请。对，我要申请了。对，我也可以申请国家项目了，是吧？那个关键，我觉得这也和您那个方式有关系，因为您也觉得这就是，好像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而且超级顺其自然。这是我在这方面可能走得有点过，但你还是会期望他不是说要求，但是会有一种感召，对，那这个你还是会希望的，对，这个。张颖，陈老师啊，你好，你好，李群舅舅，你好。哎呀，你看我叫李群兄，你叫李群舅舅，这怎么弄啊？这我们的关系这2人呢？对，要搀着吗？搀着舒服吧？不是。阿那亚是第一次来吗？是第一次来。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研究者，这个是他跟很多我们同行可以区别开来的。他的研究是对对象当中渗透自己生命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了几个月的约达夫，读完了以后看了曾华鹏、范伯群的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完蛋了，我就找到钱生说，我说我想讲的他们都讲了，20年前就讲了。钱生就跟我讲一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他说：“你这样啊，那是因为你还没在作品当中读到你自己。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他很不幸，他写了几十上百本书，人家不知道，只记住他一句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反过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们这一行有很多人写了几十本书，最后人家一句话也不记得。那钱理群是什么呢？你就把他批判的对象倒过来就行了。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粗犷的理想主义者，粗线条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不停的，他到了养老院还能写几十本书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给提问了。田老师您好，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我由衷感到个体在社会整体面前的脆弱与无助。
我想请问，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个无力的环境和局面，面对脱不下来的长衫又穿不上去的短衫，我们除了独善其身靠自己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寻找到其他的道路？现在也不少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啊，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我和7代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再加上我自己这一代，就8代人的，用今天时髦的话说，8代人的生命共同体。那么最近因为网上的青年关心孔乙己，所以我又重读了我在 B 站上的讲孔乙己的那篇文章啊。我当时解释，我读孔乙己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在孔乙己的身上也看见了自己。就是说，孔乙己他那个他穿的长衫，他自己很重视我是穿长衫的人，所以他始终不肯脱掉那个长衫。他就是知识分子一种自信，知识分子的身份就决定了我有一定地位，我应该有什么影响，这是他自我认识。但周围的人用看客的眼光看的，你是可笑的人。后来我就想到，实际上说老实话，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存在这个矛盾：你的自我评价和社会上实际上对你的评价有巨大的差距。你自己觉得你很了不起，有多少人去重视你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啊？所以我现在就感觉到，当代青年也跟孔乙己发生共鸣，就发现了在孔乙己身上看见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位。我觉得在座的诸位可能面对一个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的过程，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这个也很艰难的过程，这个当时需要自己进行探索，啊，但同时也可以多少借鉴我们这一代的一些经验教训啊。陈天元老师和孙玉老师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一些补充？没有，听老钱的。好，那下一个问题是。依然是提问钱理群老师，他说：“我是一名大2的学生，步入大学2年以来，越发感到自己似乎读的不是一个大学。”我去年呢是写作的高潮，写了一年写了70万字。那个70万字，对，一年相当于1个月。对啊，那等于1个月差不多要写5、6万字啊。而且我这次是一个特殊的纪念，就是他这个书出以后，我的书就整个出了100本，这次是100本纪念。OK， 那去年是一个写作的高潮，70万字，大概是哪几个方向？就是我的一生啊。有一个过去谈的比较少，就是贵州那个群体。这是我写的回忆录，就是大山里的小溪，怎样汇入1971到2022年的历史发展的大潮。就这么写的。对呀，我还是这个问题啊，李群，就是呢，这都是思想层面的事儿啊。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观察和思考，而且呢，几十年没有间断，没有放弃，在努力的想走出去。对，但是呢，世界呢，就好像不理不睬，该走什么他就走什么，让你这些观察和思考者永远就还停留在观察和思考上。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是我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就对国民性的反思。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从学术研究来讲，这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当下中国有特殊重要意义。对这个事儿呢，我是总是有点保留，就是啥意思呢？就是那像鲁迅本人也没能改造中国的国民思想，是。那么我们作为鲁迅的
后来人或学生，我们凭什么就有这个机会呢？还是大家就这么一代一代的碰运气？不是你就是必须，这是回避不了的。是啊是啊，但是问题就是能不能成功，这是就一代一代人去努力啊，去努力，一代一代的去努力。这是很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你看，因为没别的可以走，没别的事儿可干。对对，就这一件事儿，是不是？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根本的，从鲁迅开始吧，这时候说是100年的历史证明要走出这条路，是十分简单的，比我们当年搞什么启蒙运动等等，我们当时想的都太天真了。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你还是挺乐观的，就是说，可能要走很多年。但是呢，这隧道呢，一定是能走出来的。我觉得是至少说有可能。当然就是这里就涉及一个我们这样的这个基本立场啊，我的基本立场，就是质疑理想主义有坚持理想主义，质疑启蒙主义有坚持启蒙主义啊。但也可能从更长远看构成我们的历史局限，但是至少我自己既质疑又坚持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那你刚才说你写这个贵州的这么几十年，要说起来差不多60多年啊，是这么一个历程，实际上也不可能马上发表啊。那你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这个著作的管理人？我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OK，这是我们这一代，实际上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我做这个事儿。OK，那就遥遥无期了。说起这个你们这文学界有一本书叫做《从黎明到衰落》，你看过？这有点像你这本书写当代中国文学一样，把这个西方文学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最后说，他为什么叫黎明到衰落呢？他说现在这个文明就走到了中世纪的那个开始的地方，那些文明的光辉都在逐渐的暗淡下去。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就要像这个中世纪修道院里的那几个修道士一样，需要像一盏油灯，是吧？保存这个古迹，保存这种古典思想，争取500年、1000年之后再来一次黎明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在。不，我是这样想的，我现在是非常之明确的，两条。一条是我自己写作，因为我是有一个反省的。鲁迅也说过，你看我受鲁迅影响很深了。鲁迅说过我写作，因为我要发表，因此我就必须抽掉几根骨头，然后我把作品送到杂志出版社，又被编辑抽掉几根骨头，最后受了总编辑那又抽了几根骨头，所以最后读者看到的我的作品已经没有几根骨头了。我看着非常触动。其实我一生写了这么多字，100本就是3000万字，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所以我现在写作是想保留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这是为自己写，另一个是为未来写。我说我的意义就在于，就要留给后人知道，在2022年，在这个年代，还有另外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你后人怎么看？我不管了，也可能是错的，是吧？但是至少告诉还有另外一种存在。我觉得我的写作意义就在这里，并不是说去影响后代，就告诉你我们曾经有过人有这样的一些思想就行了。我现在在忏悔，我就总结了我的一生9大罪恶啊。你说，第一，我在初中阶段，中学搞老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有一个最喜欢我的老师，对我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就批判他，
然后学校就布置我在他的批判会上发言，这就是参与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这得去参加晚宴了，他们来见我。就是等于类似的，这样的我们的屈服、妥协、投降，虽然是被迫的，但是你不能为自己辩护。你看，这事儿啊，所以我就有一个总结，就是我对自己总结就是：第一是历史的失败者，第二是殉葬人，第三有罪责，当然不是一个罪人。第四，现在所有的惩罚，最后都落在我自己头上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都是可以有共鸣的，是吧？我只说给你听，以后就要退出历史舞台。那当然，这早晚嘛。我们这一代对是要退出历史舞台，对啊，是吧？然后安度晚年。有机会再聊。好，行，没有这张的时间。对，因为那当然，那待会儿宴会上，宴会我要去厕所。好，您慢一点。好。偶尔昙花一现的事情特别多，但是想持续的做一件事情非常难。大家鼓掌祝贺钱老师新出版，是不是我们一起举杯祝福钱老师？谢谢钱老师啊！房间中央站着两个女孩，带着一辆马车带她们离开。短头发的那个我在裙角的脸，好似我的姐姐。我爱你的眼睛有我路上的朋友，他们的闪烁的转动。思念轻轻放在了你的耳边，好似一个语言。他说他很快就会把我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老师，我姓党。我在那个师大做了一个读书会，就专门给那个师范生做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地处的位置，比较偏，所以大家对啊，你们长春我知道。吉大本来是那个特别高的学校，对，但现在也很一般，人不去，人白去啊。是的，对，我们还在坚持，就是为基础教育。对。但是就是学生，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刷题，就是都是贫困山区的小孩上来了，都很辛苦，所以上学了之后有一点点倦怠。这个能理解，因为原来太辛苦了。寒门出来的这个4年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他们跟谁在一起。读什么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代替的。老师，我今天就是其实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我就带了5本书，然后不知道明天有没有时间，就是什么时候能签。这样呗，到时候我就签一些书给你寄过去。哎呦，老师，我都买好了，因为这个是我对，就5本。那行，那我们就找个地方把它签了吧，好吧？
好意思。哪能，一点都不。车来了，你要走过去还是坐？我想走走。啊，他有车啊。啊，我想走走。那个啊，你们上车吧，我就想走走。走吧，走吧。对。号码的英雄们呢，他所有的存在都需要展现。那么说的更哲学一点，就是存在本身就需要展现。当我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好恶呢投入到了世界之中，是吧？他的主义而战，我为我主义而战，主义之间没有妥协。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更细腻了，还是说隔了4年之后觉得哲学它也就不太想微转这个。我记得降低以后10多年之后，再去买个水。OK。彩虹出来了，真的是彩虹，比图书上的还漂亮，真漂亮。从车上的彩虹还会转呢。那天是大雪，他上山，倒车还怎么没看到，坠下那个悬崖30多米。后台识别到事故之后，电话就给他打过去，从慌乱中回过神来，他下了车，人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主动传播，后来是哪个新闻把它当成一个社会新闻，当成一个新鲜事来去做，社会上才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愿意去消费这个事故来去做一些这样的这样，我们不愿意给他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场景。我们这个车排着队一点点的下来，感觉特别好。创业者是有创业者的特色。你看，这是一个新车，完全新的车。就完全没有味道。对，是。你刚才说，一方面呢，你不愿意消费客户，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观念啊。但另外一方面呢，任何一个商家，他都愿意宣传自己的产品啊。对。这两者之间你怎么协调呢？我们不说这个人是谁啊，我们也避免涉及到他本人的一些信息。我们只是说我们采用了哪些技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安全啊？但是这个坦率讲啊，这个效率肯定不如这个把它提炼出来。但是核心我们想，所有的事情要考虑到用户感受。但是这个可能不是说一下就想清楚。包括我本身也是搞技术出身，有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你就陷入到那个把技术做得最好当成了目的。他有个好技术，我要超过他；他有个好技术，我还要超过他。实际上，技术最好不是目的，技术最好的是一个手段，目的可能还是为人。比如说，现在的自动化汽车里都有语音控制，好多摄像头，对吧？我们也要研究，但是如果一旦以用户的视角，对吧？那这个东西他有的人担心我这是不是隐私会被泄露，所以说我们后来就设计个一键隐私的功能，可以把这些都全部关掉。这是一个模拟暴晒的环境，在南方，比如说在武汉，夏季的时候40多度。车内可能是90多度，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车里面很多这种内饰零部件的里面存在的一些有机物质就挥发出来，在这里面
我们是模拟环境温度是50度以上，车内的温度100度以上，我们测出的车内的有害气体的挥发还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这些东西，用户可能不一定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能够去感觉到或能体会得到，但我不能说因为他看不到，我们就可以这个放松要求。那在这里面来讲，是不是所有的企业他都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位置？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也好，或者是这注意力的问题。说这点。好。你作为老总，肯定都是讲这个企业的这种各种优点、优势啊。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最难，其实这个事情啊，其实跟陈老师您去请教一下。坦率讲，市场很卷啊。技术上大家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上，而且很多企业呢，他可能觉得更直观的另外一些东西，他们愿意在那投钱。然后呢，在这种卷的环境下，市场上很多动作产生了变形。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某个产品降价，但是呢，它毛利都不存在了你想，对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讲，毛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它都没有毛利的话，那你是不是也要这么去做呢？这实际上是我们经常面临选择上的困难。对吧？当然，对你总是受到外界的环境干扰。那你在受到外界环境干扰的时候，那你短期的行动的一些改变和你长期目标的之间这个关系，你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决定？我觉得这是很难的。现在的确是在换赛道的时候嘛，就是当然肯定就是更无序一些。我提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建议，但是我倒的确是希望你在思考的时候呢，会想到竞争，还有另外一面的，就是一个人热爱他的事业，这个热爱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是你自己感觉和行动出来的。准备出发，全程1260公里，预计需要12小时21分钟。单钩 A 已激活。那得多少年大空。已到达目的地，导航结束。门铃呢？它不用门铃。那睡觉了吧？应该睡起来了。我给那个。你们找钱老师是吧？对的。是先约了。约过了，钱老师知道。好，麻烦您。钱老师的邻居。哦。李寻好。我跟着说，舅舅。来。我跟你说吧，我讲写的基本写完了。最近在忙什么呢？
在很大程度上啊，生物的基本需求，老话说食色性也，那种动力，个人认为就是最强的。抽象出来就可以说，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这点80年代非常典型，为了能够吃饱，能住上一间房子，就需要很多的努力。现在问题是找不到那么强烈的东西。我们肯定不要去回到以前的生活，所以可能得转换我们的感知和认知，就是要找到提升自己的事情。唱歌、运动、旅行、书法、绘画呀等等，它并不见得是那样冲动十足，且不太容易被打断，因为它就是个性的寻求，对自己目标的体贴。其实吧，我们有好多方向可走，阿卡琉斯那种主义就是没有了。但是在广义的艺术、学术啊、科学啊，我相信人还是会找到动力，不依靠对他人的侵犯，而是有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可以投入一生，培养自己又对社会有益。